一位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物理学家，一位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顶尖科学家，他毕生都在研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乍听之下，跟你的失眠，跟你的疲惫，跟你最近这场莫名其妙的低潮，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当你真正听懂他在说什么，你可能会忽然明白，原来最近这场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的风暴，根本不是你的错。你不是病了，你是正在被剥壳，而整个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集体格式化。我们先从这位牛津的物理学家说起，他的名字叫做罗杰·彭罗斯。如果你对物理稍微有点认识，这个名字你绝对不陌生。他是当代最重要的数理物理学家之一，他和大名鼎鼎的史蒂芬·霍金合作，证明了黑洞的存在不只是一种数学上的幻想，而是广义相对论几乎必然会推导出来的结果。也正因为这项成就，在2020年，他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样一个人，你很难说他是个江湖术士，你很难说他是个骗钱的神棍，他是一个一辈子都在跟方程式、跟宇宙最底层的结构打交道的硬派科学家。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硬派的科学家，他在学术生涯的某个阶段，忽然提出了一个让整个科学界哗然的主张。他说，人类的意识，也就是你现在正在思考、正在感受、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这个你，根本不是大脑像电脑一样计算出来的产物。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你要知道，在主流的科学观念里，几十年来大家相信的是一套非常机械的故事。大脑就是一台肉做的电脑，神经元就是一条一条的线路，电讯号跑来跑去，啪的一下，意识就这样冒出来了。在这种观念底下，你的喜怒哀乐，你的爱恨情仇，说穿了就是一堆电化学反应，跟一块石头从山上滚下来，本质上没有差别。但是彭罗斯不接受这个说法，而他的理由藏在一个很多人没听过却非常深刻的数学发现里。早在上个世纪，有一位逻辑学家证明了一件惊人的事，后来被叫做不完备定理。简单来说，在任何一套够复杂的逻辑系统里，永远都会存在一些命题，是这套系统自己没办法证明的。可是奇怪的地方来了，人类的数学家却往往能够一眼看出这些命题是对的。彭罗斯抓住的就是这个破绽。他说，如果人脑只是一台电脑，只是一套照着规则跑的程式，那么它就应该被困在那套规则里面，跟所有的程式一样，看不出那些命题的真假。可是人不是，人能够跳出规则，能够在逻辑的牢笼之外直接看见真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人的理解力，人的意识里面有一种东西是任何计算、任何程式都无法复制的，它是非运算的。那这种非运算的东西到底躲在哪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彭罗斯找上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合作者，一位叫做史都华·哈莫罗夫的美国医生。这个人的本行是麻醉科医师。你可能会问，一个整天在手术室里负责把病人麻倒的医生，跟意识的谜团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你想想看，麻醉药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东西。当医生把麻药打进你的身体，你的意识啪的一下就被关掉了。可是在那个当下，你的心脏还在跳，你的呼吸还在继续，你大脑里很多区域也都还在运作。换句话说，麻醉药没有把你的大脑关机，它只是非常精准的把意识这一盏灯给熄灭了。哈莫罗夫一辈子都在思考这盏灯的开关到底在哪里，而他追查到最后，竟然追到了一个极其微小的地方。他们两个人合作，提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名字很拗口，我们不需要去记它，你只要记住他在讲什么就好。他们认为，意识并不是发生在神经元之间那些粗大的线路上，而是发生在每一个神经元的内部，一种细到不可思议的结构里面。这种结构叫做微管，它是用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分子，一颗一颗排列成的中空的小管子，细到比你能想象的任何东西都还要小。而麻醉药之所以能熄灭意识，正是因为它悄悄地作用在这些微管上面。你大概很难想象这个微管到底有多小。如果我们把一根头发的宽度放大成一座足球场那么大，那么这些微管可能就只有球场上一只小蚂蚁的腿那么细。意识，这个让你能爱、
能恨、能思念一个人的东西，这个你以为无比巨大、无比深邃的东西，竟然可能就藏在这么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方。彭罗斯跟哈莫罗夫说，宇宙最大的谜跟物质最小的角落就在这里悄悄地接上了。而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是接下来这一段。他们说，在这些微小到极点的微管里面，正在发生一种量子层级的计算。每一次计算的完成，每一次量子状态的塌缩，就对应到你心里面闪过的那一个瞬间的觉知。你以为你的意识是连续的，像一条不间断的河，其实不是。根据这个理论，你的意识更像是一格一格的，1秒钟大概闪过40次，就像老电影的胶卷，一张一张的静止画面，因为播放的够快，才让你产生了连续的错觉。到这里为止，都还只是一个关于大脑的理论而已。可是彭罗斯真正大胆，真正让人坐不住的地方在于，他说，这种量子塌缩并不是随便发生的，它跟整个宇宙最根本的结构，跟时空本身的几何是直接连在一起的。你听懂这句话的分量了吗？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脑袋里每一个闪过的念头，每一次你说我感觉到了，背后牵动的不是只有你自己这颗脑袋，它牵动的是这整个宇宙的底层结构。你的意识不是被你的大脑关在一个小盒子里的东西，你的意识是直接插在宇宙这块主机板上的。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一个拿了诺贝尔奖、地位崇高的科学家，为什么要冒着被同行嘲笑的风险去提出这么一个疯狂的想法？其实，这正是彭罗斯这个人最迷人的地方。他一辈子都着迷于宇宙最深处的秩序与图案。他曾经设计过一种神奇的拼贴，用几个最简单的形状就能拼出一种永远不会重复的奇妙的图样，后来被叫做彭罗斯拼贴。在他的眼中，这个宇宙的最底层藏着一种我们还没有完全看懂的深邃的美，而意识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深邃之美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开出的一朵花。所以他宁可被当成异类，也要把这个念头认真地说出来。当然，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这个理论到今天为止，在科学界依然充满争议。很多神经科学家根本不买单，他们认为大脑太温暖、太吵杂，根本撑不住量子现象所需要的那种极度精细的状态。这个争论一直没有停过。可是有趣的是，在2013年的时候，日本有一组科学家竟然在微管里面真的侦测到了震动，这让原本快要被打入冷宫的理论又重新被人们拿出来认真讨论。所以这件事到现在都还没有定论，它就站在科学和未知的交界线上，摇摇晃晃，却又始终没有倒下。好，现在请你跟着我做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跳跃。如果彭罗斯是对的，如果你的意识真的跟宇宙的底层结构连在一起，那么一个非常自然却又非常吓人的问题就出现了。既然你的心智是插在宇宙这块主机板上的，那么当这块主机板上的能量场发生剧烈变动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答案很简单，也很可怕。你会被影响，你会被牵动，你会在自己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跟着一起震动。而问题就在于，最近这几年，我们脚下这颗星球周围的能量场正在发生非常不寻常的变化。我们先把目光从你的脑袋移到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生活的这颗地球其实一直在发出一种非常微弱的脉动。在地球的表面和高空的电离层之间夹着一层巨大的空腔。每当全世界各地有闪电打下来，这个空腔就会被激发，产生一种固定频率的电磁波。这个频率大约是 7.83 赫兹。这个现象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一位德国的物理学家先在纸上用数学算出来，后来才被真正测量到的。为了纪念他，科学家把它叫做舒曼共振，也有人给它取了一个更诗意的名字，叫做地球的心跳。而最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 7.83 赫兹刚刚好就坐落在人类脑波2个区域的交界处。你的大脑在放松，在深层冥想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叫做西塔波的脑波，频率大概在4赫兹到7赫兹之间。而当你放松
但又保持清醒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叫做阿尔法波的脑波，频率大概在8赫兹到12赫兹之间。地球的心跳，这个 7.83 赫兹正好就卡在这两种脑波的中间。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几百万年来，人类的大脑是在这个频率的摇篮里慢慢长大的。我们的身体从一开始就被调频到跟地球同步。当这个频率稳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安定，觉得平静，觉得自己跟脚下的大地，跟头顶的星空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祖先几万年来就是泡在这个稳定的摇篮里，一代一代的繁衍生息。这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旁证，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飞向太空的时候，据说有些太空人回报了一种说不出来的不适，一种莫名的焦躁跟说不清楚的混乱感。后来有研究者推测，会不会正是因为他们离开了地球的这个摇篮，离开了这个我们从出生到现在1秒都没有真正离开过的 7.83 赫兹。据说后来在一些长期驻留的太空设施里，工程师甚至想办法装上了能够模拟这个频率的装置，好让待在里面的人舒服一点。你想想看，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个频率对我们的影响深到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们以为它不存在，只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它。就像一条鱼永远不会发现水的存在，因为它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水。可是如果这个频率，这个地球的心跳突然乱掉了呢？如果它突然剧烈的飙高，剧烈的波动呢？这就要说到最近这几年天上那颗太阳到底在搞什么鬼了。太阳不是一直安安静静的挂在那里的，它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周期。大约每隔11年，太阳就会经历一次从平静到狂暴的循环。当它进入最狂暴的阶段，我们叫它太阳极大期。在这个时候，太阳的表面会爆发出巨大的闪焰，会喷出大量带电的物质，像一阵一阵看不见的狂风扑向整个太阳系，其中有些会刚好朝着我们这颗小小的地球迎面而来。你或许会觉得太阳离我们那么远，它打个喷嚏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历史会告诉你，真的有。在1859年，曾经发生过一次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场太阳风暴。那一次，太阳喷出的带电物质重重地撞上地球，当时全世界的电报系统瞬间瘫痪，电报线冒出火花，有些甚至直接烧了起来，连操作员都被电得弹开。而在平常只有极地才看得到极光的热带地区，人们竟然在半夜看见了满天绚烂的光。如果同样强度的一场风暴发生在今天，发生在这个被电力和网络层层包裹的现代世界，后果会有多么可怕？科学家光是想象都觉得头皮发麻。我说这个不是要吓你，而是想让你明白，太阳从来都不是一个温和的遥远的邻居，它的每一次发怒都实实在在地牵动着我们脚下这颗星球的每一根神经。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太阳周期，刚好就是过去20年来最猛烈的一次，它的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了科学家原本的预测。就在2025年的年中，它冲上了这一轮周期的最高点。但你以为冲上最高点之后就会马上平静下来吗？并不会。一直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时间，太阳依然处在极度活跃的状态。就在2025年的年底，它爆发过一次极强的闪焰。就在2026年的1月，它又掀起了这一轮周期里数一数二猛烈的一场磁暴，剧烈到让地球的磁场都跟着抖了起来。那几天，连平常很难看到极光的地方，天空都被染上了诡异而绚丽的颜色。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就有一位研究者做过一件很大胆的事，他把过去几百年来人类社会发生的大事、战争、革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全部摊开来，跟太阳活动的周期摆在一起对照。结果他宣称自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那就是每当太阳进入最活跃的阶段，人类社会似乎也特别容易陷入动荡，陷入激情，陷入一种集体的躁动。当然，这个说法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争议，我们不能把它当成铁一般的定律。
可是它至少提醒了我们一件事，那就是天上那颗太阳跟我们地上这一大群人的集体情绪，这群人的不安与骚动，或许并不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每当太阳爆发，这些高能量的辐射就会冲进地球的电离层，改变它的电性质，而电离层正好就是舒曼共振那个巨大空腔的天花板。当天花板被搅动，地球的心跳就会被放大、被扭曲。在科学家监测的图表上，那个原本平稳的频率会突然烧成一片刺眼的白，一片刺眼的红。不止如此，这些磁暴还会干扰卫星，影响定位系统，让对磁场敏感的人连身体都跟着难受。现在，请你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想。第一件事，你的意识，根据那位牛津物理学家的理论，是跟宇宙的底层结构，跟你周围的能量场紧紧连在一起的。第二件事，你周围的能量场，这个地球的心跳，正在因为这颗20年来最狂暴的太阳被剧烈的搅动，被剧烈的放大。那么结论呢？结论就是，你之所以这么累，你之所以睡不好，你之所以情绪像在坐云霄飞车，很可能根本不是你的问题，你只是一台被调频到地球频率的精密仪器，而现在那个频率正在剧烈的跳动，你接收到了，你的身体诚实的接收到了这一切。而为什么是这个夏天？为什么是接下来的6月与7月？这股能量会被推到一个顶点，因为这里面有好几股力量刚刚好叠在一起了。太阳还没有真正冷静下来，它依然停留在20年来最高的活跃区间。而夏天正好是全球雷暴最频繁的季节，地球上每一道划过天际的闪电都在替地球的心跳添柴加火。更巧的是，每年的6月下旬，地球会迎来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那就是夏至，大约落在6月21号前后。在无数古老的文明里，夏至从来都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它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阳光最强、能量最饱满的一天。我们的祖先会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仪式，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天与地能量交换最旺盛的时刻。当最猛的太阳遇上最旺的雷季，再叠上这个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能量顶点的夏至，这个夏天的6月与7月就成了这场能量大潮里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最高的浪头。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好，就算地球的频率乱了，就算太阳在发飙，那为什么这件事会具体变成我身上这些莫名其妙的痛苦？为什么是失眠，是疲惫，是想哭？这就要讲到这支影片真正的核心了。为什么最近你总是莫名的痛苦？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的吗？地球的心跳 7.83 赫兹，刚好卡在你的西塔波和阿尔法波的交界线上。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稳定的频率会像一只温柔的手，帮助你的大脑待在一个流动的、舒服的状态里。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情绪平稳，思绪清晰。可是当这个频率开始剧烈的飙高，剧烈的波动，你大脑原本依靠它来保持的那种同步就被打乱了。这就好像你本来踩着一个稳定的节拍在走路，突然之间那个节拍开始乱跳，一下快一下慢，你整个人当然就踩空了，当然就东倒西歪了。我们可以把这件事讲得更仔细一点。科学家发现，当一个人的意识越来越清明，越来越专注的时候，大脑里会出现一种频率很高的脑波，叫做伽马波，频率在30赫兹以上。有趣的是，这正好就呼应了彭罗斯所说的意识每秒钟闪过40次的那个节奏。而当一个人焦虑、胡思乱想，脑袋停不下来的时候，主导的则是另一种叫做贝塔波的脑波。换句话说，你的脑波状态直接决定了你是清明还是混乱，是安定还是焦躁。现在你想想看，当地球的心跳，那个本来稳稳拖着你的 7.83 赫兹开始剧烈的摇晃，你大脑这一整套精密到不可思议的脑波平衡当然就跟着被搅乱了。你会莫名的焦虑，会突然脑雾，会一下子又异常的敏锐，全都是因为那个一直拖着你的地板正在晃动。于是那些被许多人称为波可反应
或者扬声症状的身体变化就一个一个冒了出来。最常见的就是一种怎么睡都睡不饱的疲惫，你可能睡了9到10个小时，醒来却还是觉得自己跑完了一场马拉松。这种累跟生病的累不一样，它是一阵一阵的，常常在能量最强的那几天毫无预警的袭来，把你整个人压垮，然后过个几天又突然好转，甚至涌上一股莫名的精力。这种忽上忽下正是它最让人困惑的地方。再来是头部的压力，尤其是头顶。很多人会觉得头顶或者太阳穴附近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胀，一种闷闷的压迫感，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想要从头顶的位置钻进来或者挤出去。还有耳朵，你会突然听到一阵高频的耳鸣，嗡的一声，没有来由，过一下又消失。有人说那是你正在接收某种更高频率的讯号。然后是睡眠，你会发现自己常常在半夜的凌晨2点到4点之间毫无理由的突然清醒。在许多古老的传统里，这个时段被认为是不同维度之间那层帷幕最薄的时刻。你的身体好像特别选在这个时候做着某种你意识不到的能量上的整理工作。接着是心脏，你可能会无缘无故的感觉到心跳忽然加速，或者漏跳了一拍。除此之外，你的胃口可能也变了，你会突然不想吃某些以前很爱的东西，身体好像在替你重新挑选它需要的燃料。你的皮肤可能会冒出一些莫名的小状况，那或许是身体正在把累积已久的东西往外排。你甚至会发现自己的感官变得异常敏锐，路边咖啡的香气突然变得立体，朋友还没进门，你光听脚步声就认出来了。还有一种感觉很多人都提到过，却很难说清楚，那就是时间好像变快了。明明是同样的24个小时，你却常常觉得一天怎么一下子就过完了，一个礼拜、一个月，像被谁按了快转键一样，咻一下就不见了。你回头看看年初给自己定下的计划，才猛然惊觉，半年怎么已经过去了。这种时间感的扭曲，也常常被认为是这场能量转变里的一环。当你的内在频率正在被剧烈的拉高，你对时间的感受自然也会跟着整个被改写。除此之外，还有些更奇妙的事开始发生在你身上。你可能会3番2次在不经意间瞄到时钟上跳出一模一样的数字，你可能心里才刚想起一个很久没联络的人，隔没多久，对方的讯息就跳了出来。你开始觉得生活里好像有越来越多的巧合，越来越多说不上来的刚刚好。古人会说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而从能量的角度看，当你整个人的频率被提高，你会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还要敏锐，还要容易跟这个世界产生某种看不见的共振。我知道，当这些感觉一个一个叠加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的很不好受。你可能半夜醒来，看着身边熟睡的人，觉得自己无比孤单。你可能在白天上班的时候，盯着电脑荧幕，脑袋一片空白，连最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然后狠狠地责怪自己，怎么变得这么没用。你可能在某个再平常不过的午后，突然就红了眼眶，连你自己都吓了一跳。请你记得，这些时刻都不是你的软弱，这些时刻是你正在穿越一段没有人教过你怎么走的幽暗的隧道。当然，我必须非常严肃地提醒你，这些身体上的讯号永远都应该先去找医生，先去排除掉任何真正的健康问题，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绝对不能拿着一整套说法去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你有任何持续的不适，请务必就医，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事。但是如果你去检查了，医生告诉你你的身体一切正常，找不到任何毛病，那么也许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切。因为除了身体，更折磨人的往往是情绪。你会发现自己的情绪变得异常敏感，异常脆弱。一首歌可以让你泪流满面，一句不中的话可以让你瞬间崩溃。你会突然涌上一股巨大的悲伤，却找不到对象，找不到原因。那些你以为早就放下的，早就忘记的旧伤口，会莫名其妙的一个一个浮上来，
逼着你重新去看他们一眼。你也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特别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情绪。走进一个房间，你立刻就能察觉这里的气氛是紧绷还是轻松。跟某些人待在一起，你会莫名的觉得能量被掏空，而跟另外一些人相处，你却觉得整个人都被充饱了电。这种对能量的敏感在这段时间会变得格外明显。你就像一块被擦得特别干净的玻璃，外面的光，外面的影，每一点细微的变化都能清清楚楚地照进你的心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你不是病了，你是正在剥壳。你想想看，一只蝉要从它的旧壳里爬出来，那个过程是舒服的吗？当然不是，那是撕裂，是挣扎，是把自己整个身体从一层紧紧包覆的外壳里硬生生地拔出来。在那个当下，他一定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可是如果他不脱掉那层壳，他就永远长不大，永远飞不起来，永远只能在黑暗的泥土里等待。你最近感受到的这一切痛苦，很可能就是这个道理。那层正在剥落的壳，不是你的身体，而是一个旧的你，一个习惯了委屈自己的你，一个习惯了戴着面具去讨好别人的你，一个习惯了把真心藏起来的你。而这就带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如果说身体上的疲惫只是表面，那么真正在发生的是一种更彻底的灵魂层次的格式化。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觉？最近你突然不想再演了，那些你扮演了很多年的角色，好人、乖小孩、努力的人，永远不会累的人，永远把别人放在自己前面的人，这些角色最近开始像一件穿久了的戏服，一件一件的从你身上松脱。你开始觉得再也演不下去了，你开始受不了虚假的客套，受不了没有意义的社交，受不了那些消耗你却又给不了你任何真心的关系。你可能会在一场热闹的聚会上，忽然觉得自己跟身边所有人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他们的笑声你一句都听不进去，你只想赶快回家。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再也没办法对着不喜欢的人挤出那种职业性的微笑。你甚至可能会在某一个瞬间对着镜子问自己，镜子里这个人到底是真正的我，还是只是一个我演了太久，演到连自己都信以为真的角色。这些时刻都很不舒服，可是他们全都指向同一件事，那个真正的你正在用尽力气想要从那层旧壳里破茧而出。你可能会发现一些维持了很多年的关系突然走到了尽头，一份做了很久的工作突然变得让你无法忍受，一些你以前觉得无所谓的事情现在却让你浑身不舒服。你开始问自己，我这样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请听我说，这不是你变坏了，也不是你变得无情了，这是因为那个旧的系统正在被一个一个的删除掉。格式化是什么意思？格式化就是把一个硬碟整个清空，好让它能够装进全新的东西。在清空的那个过程里，所有的旧档案、旧程式，那些跑了很多年早就拖慢了你、卡住了你的东西，全部都要被删掉。而当这些东西正在被删除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崩塌，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抓不住，会觉得前所未有的混乱和空虚。有人把这个过程讲得更直接，他们说，这不是升级，这是拆机重启，是把你这台机器整个拆开，再重新组装，重新开机。在拆开的那个过程里，所有的零件散落一地，看起来乱七八糟，看起来像是彻底的毁坏。可是你要知道，那不是毁坏，那只是还没有装回去而已。每一个零件都正在寻找它新的更好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这场集体格式化会让这么多人在这同一段时间里痛苦的不知所措。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场拆解，而且这件事其实一点都不新。你以为这是现代人才有的怪病吗？并不是。早在几千年前，许多古老的修行传统就已经非常仔细地描述过这个过程。在古印度的瑜伽体系里，
他们把这种从身体底部一路往上窜升，会带来剧烈身心震荡的能量，叫做拙火。当这股能量被唤醒，修行者往往会经历一段极度痛苦、极度混乱的时期，身体发热，情绪翻涌，仿佛整个人都要被烧穿一样。而在西方的神秘主义传统里，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说法，叫做灵魂的暗夜。那是一段你会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连神都离你而去，所有的意义都从生命里被抽走的最深的黑暗。可是这些传统无一例外地都告诉我们，这段暗夜并不是终点，它是黎明之前最浓也是最后的那一段黑。只要穿过去，你就会看见光。所以你看，你今天所经历的其实是一条无数前人都走过的古老的路。现在让我们把镜头从你一个人的房间拉到整个世界的高度。如果这真的是一场集体的转变，那么它就不应该只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它应该会在全世界留下痕迹。而当你睁开眼睛，看看最近这1-2年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你会不会也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战火在好几个地方烧了起来，原本看似稳固的秩序一块一块地出现了裂缝，社会的对立变得前所未有的尖锐，人和人之间好像随时都要为了立场撕破脸。经济的不安像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整个世界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乱，一种好像正在滑向某种终极混乱的失控感。你只要打开新闻，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大国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剑拔弩张，一下子又坐上谈判桌，反反复复，没有人说得准下一步到底会怎么走。中东的天空再一次被战火点亮，一些原本以为早就被人类控制住的古老疾病，竟然又在某些角落悄悄地冒出头来。就连那些悬而未决，找了很多年都没有答案的旧谜团，最近也忽然又被重新翻了出来，重新摊在世人面前。每一件事单独看好像都只是一个个别的事件，可是当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件接着一件密集地发生，你的心里是不是也会浮起一种很难形容的山雨欲来的预感？我们今天当然不是要去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具体的灾难，但是我想请你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场混乱。在身心灵的领域里，有一个说法叫做两极化，意思是当整体的意识频率开始往上提升的时候，那些旧有的低频的靠着恐惧和控制在运作的旧结构并不会乖乖地让出位置，相反地，他们会为了求生存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反扑。这就好像一个人在面对巨大改变的时候，内心那个害怕的小我会进入一种防卫的、激烈的，甚至有点歇斯底里的状态，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看到的这些混乱，这些对立，这些崩解，从这个角度看，并不是世界要毁灭了，而是那些早就该被淘汰的旧系统在被删除的最后一刻发出的最大的挣扎的声音。你个人正在经历的那场剥壳，那场格式化，正在整个文明的尺度上同步上演。你不是世界之外的一个旁观者，你就在这场大潮的里面，你身上的每一次震动都是这片汪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而最有意思的是，这种集体的转变其实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它并不全是玄学。在物理学和数学里，有一个叫做藏本模型的理论，专门在描述一种叫做同步化的现象。他说，在一个由很多个体组成的系统里，当每一个个体之间的影响力达到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原本各跳各的乱七八糟的节奏会突然之间自动的对齐，从一片混乱瞬间跳进高度的有序。你一定看过那种画面，一整片的萤火虫，一开始闪烁的节奏乱七八糟，毫无章法，可是过了一阵子，它们竟然会开始一起亮，一起暗，整片山谷像是在同步的呼吸，没有谁在指挥，没有谁在发号施令，这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当个体之间的连结越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线，秩序就会像奇迹一样自己浮现。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为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来经历这一场？这或许正是这个时代最特别也最关键的地方。你想想看，在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里，我们的祖先当然也经历过一轮又一轮的太阳周期，也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觉醒。可是他们是分散的，一个部落的觉醒传不到另一个部落，一个地方的痛苦与远方的人毫不相干。但是现在，第一次，全人类被一张看不见的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你在这一秒钟所感受到的，地球另一端的某个人，可能在同一秒钟也正感受着，当这场20年来最强的太阳风暴撞上一个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的人类，这场同步化，这场集体的转变，它的规模和速度，就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有过的。我们不是在重复历史，我们是站在一个真正全新的门槛上。人类的集体意识会不会也是这样？当够多的人开始在内在觉醒，开始改变自己的频率，会不会在某一个临界点，整个人类的意识就会像那一片萤火虫一样，突然从混乱跳进一种全新的同步的状态？那位牛津物理学家彭罗斯的理论，如果摆在这里看，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如果每一个人的意识都连着同一个宇宙底层的结构，那么我们彼此之间本来就不是真正分开的，我们就像同一片海面上看起来各自独立的浪花，可是在水面底下，我们是同一片海。当这片海开始翻涌，每一朵浪花都会感觉到，当这片海开始改变，没有任何一朵浪花能够置身事外。而如果你正好就是那种感受特别强烈的人，那种好像比身边的人都更早也更深的被这股大潮卷进去的人，那么我想对你说，这或许并不是偶然。在这种转变的时刻，总是会有一些人走在比较前面，他们比较敏感，比较容易受伤，常常被人说成想太多，被说成太脆弱。可是换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他们的天线架得比别人高，所以他们才会比别人更早，也更清楚地接收到那个正在改变的讯号。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请不要再为此责怪自己了。你不是太脆弱，你只是太敏锐。而这个世界恰恰就在这样的时刻，最需要你这种能够最先感觉到风向改变的人。我们再把这个故事推到最后，推到那个最让人安静下来的层次。彭罗斯后来还提出过一个更大胆的宇宙模型，他认为我们的这整个宇宙并不是只有这么一次，它会一轮又一轮地走向终点，然后再重新开始。一个宇宙的结束会无缝地变成下一个宇宙的开端。在他的想象里，这样的循环已经发生过无数次，而且还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换句话说，在这位最硬派的科学家眼中，连整个宇宙本身都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彻底的重启。你发现了吗？从最微小的你脑袋里那个一秒闪过40次的念头，到最巨大的整个宇宙的生与死，彭罗斯所描绘的似乎是同一个图案，一次又一次的塌缩，一次又一次的重来，小到一个人的剥壳，大到一个宇宙的格式化，他们所遵循的会不会就是同一套深深刻在这个世界最底层的韵律？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就忍不住要浮出来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都是这台宇宙主机正在进行的某种运算的一部分，那么透过我们这几十亿人的痛苦，这几十亿人的剥壳，这台主机到底想算出什么？我们会不会正在被升级、被改写、被推向一种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的全新的存在？也许这场集体的格式化根本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次整个物种的蜕变。就像毛毛虫在茧里把自己整个融化成一锅浆，看起来像是死亡，其实是为了长出翅膀。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场痛苦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你不是宇宙里一个坏掉的零件等着被丢弃，你是这个正在重启的宇宙里一个正在跟着一起重启的意识。
你的痛苦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大的循环，落在你身上的那一小段。你不是被世界抛下了，你是被卷进了一场远远超出你想象的巨大的更新。讲到这里，我知道一定会有一些比较理性的朋友心里正在打鼓，你可能会想，这一切会不会太悬了？把失眠和疲惫都推给太阳和宇宙，会不会只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借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我想诚实地回答你，其实你完全不需要去相信任何关于灵魂、关于扬升的说法，因为就算我们把这些统统拿掉，只看最冷硬的科学，地球磁场的剧烈变动确实会影响人类的睡眠情绪，还有心脏的节律，这是科学界一直在持续探讨的事。对磁场敏感的人，在磁暴来袭的那几天，确实会比较容易头痛、焦躁、睡不好。所以，不管你想用哪一种语言去描述最近的这场低潮，是灵魂在剥壳，还是身体对地磁的反应，到头来，你需要做的事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好好的照顾你自己。说了这么多，我知道你最想问的其实是一件很实际的事。那如果我真的正在经历这一切，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想分享几个方向，它们听起来都很简单，可是在这种时候，往往最简单的才是最有用的。第一件事就是接住你自己的身体，如果你很累，那就让自己累。这个时候最不该做的就是逼自己。你的身体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看不见的工程，它需要的不是你的鞭打，不是你的责备，而是你的休息，你的温柔。多喝水，水是最好的导体，能帮助你的身体把那些正在松动的旧的能量慢慢的代谢出去。吃得单纯一点，睡得任性一点。这段时间，请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在康复的人，好好的照顾。第二件事是回到大地。当你觉得整个人都飘了，都乱了，都接不上地气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反而是最原始的那一个。脱掉鞋子，赤着脚，在草地上，在泥土上，在沙滩上，慢慢的走个10到20分钟，让你的身体重新跟那个 7.83 赫兹的地球的心跳对上频率。你会发现，那种踏实的被稳稳接住的感觉，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回到你的身上。如果你没办法赤脚，那就去公园，去山里，去海边，让自己泡在自然里，哪怕只是静静的坐一会儿。除了这些，还有几个小小的习惯，会在这种时候特别的帮上忙。第一，是学会替自己按下暂停键，在能量最强的那几天，试着少滑一点手机，少看一点那些让你心烦的新闻和争吵。你的神经系统已经在处理很多看不见的东西了，这个时候请给它少一点额外的刺激。第二，是试着把情绪写下来或者说出来，不要把那些涌上来的悲伤和烦躁硬生生的吞回去。找一个本子把它写出来，或者找一个信任的人把它说出来。光是这个动作就能让那股能量顺顺的流过去，而不是卡在你的身体里，发酵成更大的痛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请不要把自己关起来。这种时候，孤独会放大一切，去找那些同样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哪怕只是知道原来有人跟你一样，原来有人懂你正在经历什么，那一份不再孤单的感觉本身就有强大的疗愈的力量。第三件事，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是关于你的选择。在这一场巨大的能量浪潮里，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察，当那个强烈的波峰打过来的时候，如果你选择掉进恐惧里，选择被那股慌张、那股愤怒、那股绝望淹没，那么你自己的频率也会跟着往下沉，你会错过这份藏在痛苦底下的礼物。可是，如果在那个波峰打过来的时候，你选择回到你的心，选择深呼吸，选择相信，选择平静，那么你就会变成这场能量风暴里一个稳定的点，一个就算身处风暴的正中心，也依然能够站稳、能够安住的人。而要回到你的心，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简单到你现在
马上就可以试试看。当你感觉自己又被那股慌张卷住的时候，停下来，把你的注意力轻轻地放到你的胸口，放到你心脏的位置，然后放慢你的呼吸，慢慢的吸气，在心里数5秒，再慢慢的吐气，一样数5秒。就这样，一吸一吐，反复个几次。你不用想太多，只要把呼吸放慢，把注意力稳稳地放在心上，你会发现，那颗原本狂跳的心，那团原本打结的情绪，会慢慢地松开来，慢慢地安静下去。这个动作不需要花你任何1毛钱，不需要任何工具，可是它的力量远远超乎你的想象。而你的这份平静，影响的从来不是只有你自己。美国有一间长期监测地球磁场，同时也研究人类心率的研究机构，他们发现了一件很美的事：当一个人的内心处在一种感恩、平和、慈悲的状态时，他的心脏所发出的节律会变得非常的和谐，非常的有秩序，而这一份和谐是会向外扩散的，是会悄悄地影响到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的。换句话说，在这场集体的转变里，你内心的那一份平静，那一份不被恐惧带着走的定力，从来都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它就像那一只在山谷里第一个调好了节奏的萤火虫。当你稳住了，你身边的人也比较容易稳下来。当越来越多的人稳住了，整片山谷就会开始一起发光。你内心的安定，是你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能够送给这个世界的最珍贵也最有力量的礼物。所以，请你不要把最近的这一场痛苦当成是一种惩罚，当成是命运在针对你，它更像是一场谁也躲不掉的集体的成长。它很不舒服，它很狼狈，它让你好几次都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可是，请你记得那一只蝉，请你记得那一层正在剥落的壳。壳之所以会裂开，从来不是因为它坏了，壳之所以会裂开，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新的东西正在诞生，正在长大，已经大到再也装不进那个旧的狭小的容器里了。接下来的这个夏天，这个6月与7月，当那股能量被推到最高点的时候，你或许还会有几天特别的难受。当那一刻来临，我希望你会想起今天我们聊的这一切。我希望你知道，你不孤单，你没有坏掉，你也不需要那么用力的去对抗你自己，你只是正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潮里，慢慢的把那一个旧的壳退下来而已。而当潮水退去之后，那一个重新站起来的你，会比你现在所能想象的更轻盈、更明亮，也更接近那一个你本来就应该成为的自己。